就是要收拾那个讨厌的亨利顿。谁让这小子总是作死，上赶着去纠缠卡伊娜。基德雷的大刀早已饥渴难耐了，一个拥有满身伤痕的男人，却是帝国权势最高的公爵。刚和公主约会后，他心情很好，谁知在得知出现情敌后，他瞬间起了杀心。基德雷之前曾安排杰里米暗中对亨伯顿子爵进行调查，没想到这家伙竟然这么肮脏。他在过去的5年内，联合了很多人渣贵族，建立了所谓的绅士俱乐部，私底下干的却是贩卖毒品的勾当。基德雷看着调查报告，愤怒地皱紧了眉头，这家伙居然同时还做贩卖人口、非法赌场等勾当。原本这些基德雷都还能忍受，可是杰里米还发现，亨利顿最近与雷杰普和海里因走得很近，看样子是想通过他们和卡伊娜增进感情，更是不断纠缠卡伊娜。听到这里，基德雷顿时爆发强大杀气，这样的垃圾就该早点除掉，谁让这小子敢惦记他最心爱的卡伊娜？杰里米瞬间被吓了一跳。先不说亨伯顿是子爵，就算他是基德雷家族的家臣，可他们掌握着帝国的军马产业，基德雷家族又是以骑兵最强，所以不管是明杀还是暗杀，都会产生极为严重的后果。基德雷当然明白这些，他也就是口嗨一下出气。另一方面，随着卡伊娜的成人礼即将到来，他越发显得兴奋。贝拉不愧是他最忠实的心腹，不管是宴会的清单到现场佣人的配置，他都安排得明明白白，就连宴会的邀请函他都做得非常漂亮。卡伊娜有他的帮助，真是省了不少的麻烦。卡伊娜心里知道，宴会举办的越成功，那接下来的驸马争夺才会更激烈，那时也是她和假丈夫逃走的最佳机会。不过在此之前，她给基德雷写了封信，让奥利维亚帮自己送过去，正好在帮两人创造见面的机会。奥利维亚其实内心挺抗拒的，要不是卡伊娜的命令，他是绝不会再去见冷漠的基德雷。上次俩人的第一次见面，已经让他有了心理阴影。不过这次基德雷见到他后，居然主动和他打招呼。随后他把信递给了基德雷，这下基德雷顿时呆住了，脸上不由得泛起了红晕。上一世卡伊娜给他写过很多情书，他都当成废纸给扔了，可这次收到卡伊娜的信件，却让他的小心脏砰砰直跳，嘴角还露出了痴迷的微笑，这可把一旁的奥利维亚惊住了。卡伊娜在信中表示，她想去看看那栋基德雷帮他买下的大楼，可她不知该和学院精英说些什么，所以想请基德雷陪自己一同前去。杰里米得知消息后，连忙询问他准备什么时候去。基德雷不假思索地表示2天后，可杰里米提醒他，2天后基德雷不是要去大教堂吗？谁知基德雷根本没当回事，立刻回到办公桌前，认真的在给卡伊娜写回信。杰里米这下彻底愣住了，之前巴斯说基德雷变了他还不信，这下他是彻底信了。爱情的力量还真是相当伟大，他曾是帝国最没用的花瓶，被弟弟当成提线木偶玩弄于股掌之间，可这次的成人礼他却华丽翻身，成功将弟弟按在地上肆意摩擦。卡伊娜收到基德雷的回信后，总算松了口气，可眼下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明天他弟弟雷杰普的禁足会被解除，为了能尽快摆脱雷杰普的控制，他必须帮基德雷拿到统治西部的任命书。如今他的父母在闹离婚，但在基德雷结婚之前，所有家臣不会同意让他继承公爵之位。卡伊娜如果能帮他拿到任命书，那基德雷会顺利成为公爵。可是卡伊娜还不知道，雷杰普的智囊梅文斯也察觉到了危险，正在思考如何制裁卡伊娜。谁知亨伯顿却在这时找上门来。梅文斯原本不想搭理他，可是想到卡伊娜似乎很怕亨伯顿，他立刻改变态度约见了亨伯顿。他打算利用亨伯顿，趁机将卡伊娜和凯特琳都解决掉。随后亨伯顿表示，他的家族愿意支持雷杰普，但他对皇位争夺毫无兴趣。正如他自己所说，他是个超级收藏家，最痴迷收集世界上美好的事物。自从看到卡伊娜第一眼起，他就觉得这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，同时让他心中产生强烈的占有欲。所以他帮助雷杰普的代价是要把卡伊娜送给他，他要将卡伊娜变成最完美的收藏品。梅文斯听后冷笑着告诉他，明天卡伊娜要去教堂，基德雷会陪在他身边。亨伯顿瞬间愤怒起来，如果上次不是基德雷阻挠，他早就可以得到卡伊娜。想到这里，他就恨不得将基德雷大卸八块。但这是亨伯顿最好的机会，在教堂内有一处隐秘的房间，只要捐款到一定数额，那里就可以任由对方使用，教堂也不允许其他人进入。换言之，就算是皇室过来都没办法干涉。亨伯顿只要抓到卡伊娜，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处置她。此时的卡伊娜来觐见皇帝，此时的皇帝已经病入膏肓，动不动就会咳出鲜血。不过卡伊娜最近帮他处理政务，让皇帝很是高兴。随后他将任命书给了卡伊娜，并称赞卡伊娜最近表现很好。卡伊娜从皇帝房间出来后，反复回味着皇帝的这句话，实在没想到他会表扬自己。也许皇帝是看到卡伊娜的成长，又想到自己即将命不久矣，对卡伊娜生出许多愧疚之感。隔天清晨，卡伊娜一行来到了学院大楼，发现基德雷似乎还没来，这才意识到自己来早了。谁知就在这时，不远处传来一阵吵闹声。卡伊娜定睛一看，居然是一个银发蓝眼的小正太。她做梦也没想到，居然会在这里遇见凯特琳的儿子，是帝国最漂亮的公主，任何男人见到她都会被迷倒。可如今却搞不定一个熊孩子，还被她疯狂嘲讽。这是卡伊娜第一次碰到伊尔德，他是父皇的情人凯特琳所生的孩子，因此伊尔德从小饱受欺凌。他没想到竟然亲眼目睹伊尔德被别人群殴的场面。
却觉得这小子虽然顽皮，但着实可爱的很。于是他微笑着和伊尔德打招呼，他十分勉强地向卡伊娜行礼。当卡伊娜问他为何要打架时，伊尔德却觉得卡伊娜多管闲事。卡伊娜当然要管啊，毕竟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姐弟啊。伊尔德听后脸色瞬间黑了，他平时被雷杰普和海里因欺负惯了，因为母亲是皇帝情人的关系，他们一直生活得很辛苦。如今一直支持雷杰普的卡伊娜居然跑来找他，肯定也是没安什么好心。卡伊内刚想去帮他擦拭伤口，却被他恶狠狠地拒绝，态度比刚才更加嚣张。卡伊内又不是圣母，他当然不会惯着熊孩子乱来，于是他让校长一变凉快去，这熊孩子就让他来亲自管教。他身上散发的恐怖气场瞬间把伊尔德吓坏了。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卡伊娜所谓的惩罚就是在他脸上轻轻捏一下。这下伊尔德直接懵了，他心想这姐姐莫不是脑袋有坑吧？他质问道：“这就是惩罚吗？”卡伊娜解释说，让他接受讨厌的皇室帮助，不就是对他的惩罚吗？接着他补充道：“也许伊尔德会觉得卡伊娜在利用他，但换个角度想想，当伊尔德还弱小的时候，不如学会利用强大的人保护自己，这样也能更好的保护母亲。只有放弃那卑微的自尊，才能更好的活下去。只有当自己强大起来，才能真正改变命运。”卡伊娜之所以对他说这番话，也是从他身上看到了曾经卑微无助的自己一般，让伊尔德渐渐对他放下了戒心。趁着说话的功夫，他也帮伊尔德上好了药。不仅如此，卡伊娜还把那些欺负伊尔德的孩子做了处分。卡伊内为他做的这些让他很感动。自从皇帝病重后，他和母亲遭到各种排挤，曾经的朋友都相继疏远他，学院的校长也经常欺压他。他并不想当皇太子，只想和母亲快乐的生活下去。他想拥有很多好朋友，原本已经对生活绝望的他，这一刻却重新燃起了希望。卡伊娜就如同光一样，照亮了他阴暗的生活。他刚想问卡伊娜能不能帮助自己，谁知卡伊娜却突然让他把衣服脱掉吧。伊尔德瞬间吓得捂住了身体。我去，姐姐难道是个女流氓吗？原来卡伊娜只是想帮他涂药，毕竟不脱衣服涂抹不到。可伊尔德却坚持要自己做，毕竟都13岁了，刚和姐姐见面就脱衣服，这也太尴尬了。一国最冷酷的公爵大人，居然成了公主的小迷弟，今天终于鼓起勇气告白了。卡伊娜正等着伊德尔换衣服时，女仆突然过来报告说基德雷已经到了。于是她赶忙带着伊德尔出来迎接。她好奇地询问基德雷怎么会跑来这个地方。基德雷表示，他听说卡伊娜突然来学院内部，以为出了什么状况，也立刻跟了过来。就在此时，他注意到卡伊娜身旁的小孩，他赶忙解释道，这是他的弟弟伊德尔。基德雷表示他对伊德尔比较了解，据说他拥有超强的战斗天赋，将来也许会成为有名的剑客，不过就是脾气不太好，周围的小孩都被他揍过。可是让基德雷没想到的是，小家伙在卡伊娜身边，除了表情臭屁之外，却非常的乖巧。看来卡伊娜真的很有魅力。卡伊内看基德雷来了，就准备和他一起过去。此话一出，伊德尔瞬间失望了，他以为卡伊娜也要抛弃他，可没想到卡伊内却直接牵起他的手，俯身蹲下，笑着和他道别。我们下次还会见面的哦，下次记得不要喊公主，直接叫她姐姐。直到此刻，伊德尔才反应过来，卡伊内对他的关心是真实的，他对伊德尔所做的一切，都在一点点的撬开伊德尔内心中封闭已久的大门。随后，他和基德雷一同离开。路上，基德雷问他为什么对伊德尔那么好。卡伊内表示，他毕竟是自己的弟弟，他不想让伊德尔总是遭受背叛。伊德尔这个年纪是最需要别人的关心与呵护。谁知基德雷突然吃醋了，他从后面贴近卡伊娜，温柔地说道：“